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第11天，还有几天就可以出营了。我们广东话都说出营，我妈妈说的，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说。我每一次去玩旅行，都很多人都跟我说，哦，我也很想去啊，可是我英文不好。那我就说，英文不好也可以去啊。那当然，你需要懂一些英文，你需要看一些英文。你去搭飞机，那一张机票你要看那一些单字。你去到机场，你要知道哪里是 exit，哪里是出口，哪里是入口 entrance。那当然那些单字一定要会。可是你去 Australia、New Zealand、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，那当然那一些国家是讲英文的，那当然讲英文是有用的。可是我去过大部分的国家，讲英文都没有用的。那我讲一个例子好了，那西班牙，那当你去一个小镇、小都市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一句英文都不会，他们连 Thank you 他们都不会。OK， 所以那一些地方你讲英文也没有用。那我们怎么沟通呢？身体语言啊，睡觉、吃饭、肚子饿、好吃，OK，最好要学一些本地的语言。我去西班牙，我去什么国家，我都会学怎么说好吃哦，谢谢，美女、帅哥，我都会学那些重要的字。如果你真的要吃的，真的要喝的，真的要睡觉，你会找到办法。再说另外一个国家，乌克兰，我去乌克兰那边的人真的不会讲英文，连大都市都不会讲英文。我还有记得有一次，我就从 Poland 坐火车到乌克兰，下火车，那通常我都会拿一个 paper map，OK，地图，那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 paper map 如果你不会讲，那最少你可以拿出来，然后你要 point，OK，你要说我要去哪里，我要去哪里，可是那边连地图都没有。在乌克兰真的什么都是比手画脚，我真的常常要用身体语言哦，那我下载一个app 就好了，翻译 Google Translate 就好了。可是我觉得用翻译机用太多科技，我不太喜欢，因为我喜欢跟本地人沟通。我最喜欢就是拿一张地图，就直接问人怎么去什么地方。我不太喜欢看手机啊，看 GPS。有一个朋友，我们在游泳池认识的，他是一个阿伯，70岁的阿伯，他跟他老婆，他们不会英文哦，他跟他老婆就在欧洲租一台车，就开，就用 GPS，用 Google Map 来旅行，这样也可以啊。他说我不会英文啊，可是我就跟那个 GPS 到处跑。那如果我想去旅行，那我也不会英文，那我应该去哪里好了？那我建议 New Zealand，你可以去 New Zealand 租一台露营车，2个人、4个人也好，不要超过4个人。你租一台露营车，跟着 GPS，就到处都可以跑了。那边车子也没有很多，人也没有很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start point。如果你不会英文，出去其他国家，最重要其实是勇气。去旅行，去到每一个国家，我第一步我就会去他们的游客中心，去拿一份纸的地图。那第三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带一张小的纸，上面又写英文又写中文，那就可以常常用。你就不会的时候、不懂的时候，你就拿出来，就 point，OK？
哦，现在一早上7点又起来跑步了。就这样，我只能这样跑步。